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号，5月份快要过去了，再过2天就是6月1号了，6月就来了，意思就是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我们这个后半年要开始了，要把握时间，好好学习。那么，老师很开心啊，每天直播课都有同学陪伴着老师，跟老师一起学习，这是老师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你们喜欢我的课，我也喜欢教大家中文，所以呢，这个是老师最开心的事情了啊。对，所以说快到端午节了。对，好像是下个星期吧，端午节就要到了。还有呢，今天是 episode 1000，今天是第1000集耶。第1000集，老师是不是应该要去休息，不应该上课，对不对？好，今天是第1000集。好，也谢谢大家陪着理查老师从第1集开始上课，上到第1000集的课，太厉害了啊！好，那么对，宋平说恭喜恭喜 ，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好，不过呢，虽然是1000集，我们还是要来学习哦，不可以偷懒，1000集还是要继续的上课哦。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11167。好，中文要怎么说？11167，我们再看一遍11167。好11167。好，中文要怎么说？11167。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学习个跟美的不同。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我们来教美跟个的不同哦。好，裴静跟 C 同学说11167步，宋平、立新还有 Sierra 还有慧君说6月10号就是端午节了哦。对，6月10号是端午节。11167步 Sierra 美莲11167步，非常好哦。好，你们都答对了。好，还有 General Knowledge 11167步。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赶快来上课了哦。我们来学习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一样要教个还有美的不同。好 ，Henny 11167步。好，那今天是最后一个 episode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个 and 美。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今天要教的第一个不同，个。我们通常，当然我们昨天说过了，通常用在量词是个，还有位的名词上面，我们可以不用量词哦。好，不过美呢，有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我们的美跟量词中间可以加上一个数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名词，比如我可以说每个人，我也可以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其实意思还是 everyone。那如果我说每2个人也可以 ，it's like every 2 people， 可以的，每2个人可以的。所以1可以是其他的数字，我可以说每2天，因为我们昨天说过了，如果加上时间的话，有一些时间是不加量词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每天不加个，每年不加个，还有呢
每周也不加个，所以我们量词可以不要。如果我们讲每天、每周、每年，还有对，我们可以说每一天，我们可以说每2天 every 2 days， 我们可以说每一年，一样的意思 every year， 我可以说每2年 every 2 year， 但是我不可以用个。如果有 numbers 有数字的时候，不要加个，我们要加每。好，这是这2个字最大的一个不同，所以请你特别记得哦。好，所以这里的每一 every one， 每2 every 2 days maybe or every 2 weeks， 每2周，每2天，每3年 every 3 years。 好 OK， 相信你们已经听懂了哦。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好，这个男人他怎么样？3天洗一次澡。好，洗澡 take a bath， 洗澡。那各位同学，因为洗澡呢叫做离合词 separable words， so if you put the time we need to put the times in between because it's a separable word。 离合词我们要把次数放在中间或者我们说洗过澡了，Okay, like took a bath already， 洗过澡了，所以这是离合词的特色哦。好，他3天洗一次澡，答对了，他每3天洗一次澡，他每3天洗一次澡，答对了。所以我可以在每跟天中间加上一个数字，1、2、3、4、5都可以加好，他每3天洗一次澡，答对了。各位同学，你每天洗一次澡，还是每2天洗一次澡，还是每3天洗一次澡？理查老师每天洗一次澡，有人是每天洗2次澡。好，那这个男生可能比较不爱干净，他每3天 every 3 days 洗一次澡。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题，什么一种药都有副作用？好，我们先看药这个字 medicine， 药。好，有 like has or have， 副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英文的 side effect。 我们吃药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不好的症状发生，这个叫副作用。比如说你感冒了， you have a cold， 如果你吃药之后，结果呢吃了这个药会让你很想睡觉，这是副作用。或者会让你头晕，这个也是吃药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好，我们看到都，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答案常常会跟都一起使用慧君说，老师我每天洗2次澡。好，蓝墨答对了，每一种药都有副作用。好，每一种药都有副作用，答对了。好，还有这位同学，我每天洗2次澡。好，每一种药 every kind of medicine 都有副作用。好，答对了。为什么用每？因为我们看到了 numbers 数字然后呢，它的量词也不是个，也不是位，它是种 kind 所以我们这边答案是用每。来，我们再来做一题4个人拿一朵花，不要多拿。好，4个人拿一朵花。Every 4 people take 1 flower。 4个人拿一朵花，不要多拿 Don't take more， 只可以拿1朵，不可以拿2朵，所以不要多拿 Don't take more。 好，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我每天洗2次澡就好了不用加有好，
好，愿意你可以说，每天加班我不喜欢就可以了啊。每天加班我不喜欢。好，每4个人拿1朵花，不要多拿。Like every 4 people take 1 flower, don't take more. 好，每4个人拿1朵花，不要多拿。好 ，OK。所以老师可能会跟你说，哎，每3个人拿1支笔，每3个人拿1支笔，不要多拿。好 ，OK， 那各位同学，这里为什么用每？因为你看到了数字，然后是量词，然后加名词。那个后面基本上我们不加数字啊，不加数字。好，这是它最大的不同。好，各位听得懂吗？希望你听得懂哦。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再做一题哦。小奶猫，老师，什么叫 little milk cat？ 好，小奶猫就是刚出生只能喝奶的猫。OK， 所以它通常是 like small kitten， 刚出生没有几个月的猫，我们可以叫它小奶猫，因为它不能吃正常的东西，它只能够喝奶，它不能够吃固体的东西。我们会叫这种猫叫小奶猫，像这种猫，小奶猫 ，like little milk cat。好，2小时要喂 feed， 要喂1次奶。好，喂奶一样是一个 separable term， 就是离合词，所以我们把 times or frequency put in between， 这个是离合词的特色。喂奶，喂1次奶，喂2次奶，喂3次奶，喂过奶了 fed the milk already。 好，喂过奶了。好，那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小奶猫每2个小时要喂1次奶，小奶猫每2个小时要喂1次奶，答对了啊。好，小奶猫每2个小时要喂1次奶。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养过小奶猫？小奶猫因为刚刚出生，它不能够吃固体的东西，它只能喝奶，所以可能如果你养小奶猫的时候，每2个小时要喂1次奶，好辛苦，好累哦。好 ，OK， 那这个对我们说断奶，我们栏目我们不说不断奶的猫了哦，我们可以说这只猫断奶了啊。断奶通常不当形容词用，因为断奶是一个动词。这只猫断奶了，表示它可以吃固体的东西了啊。好的，那这里因为我们看到了数字，然后看到了量词所以我们用每。好，对，小奶猫每2小时要喂1次奶，很好。老师刚刚说的是液体 liquid， 还有固体 solid。 好，也可以说每2个小时可以，你可以说每2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哦。因为这里呢，老师没有加上量词，你要加量词也可以，我们可以用每2个小时也可以或者说每2小时就可以了这个是 optional 这个个是 optional 好，月莹养过小奶猫，虽然很辛苦，但是小奶猫很可爱好，来帮老师点赞 ，give me a like， 订阅老师的频道 ，hit the button， 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支持老师，你可以成为我的油管会员 YouTube member， 支持老师哦。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个还有美的第2个不同，就是个可以加动词，美也可以加上 verb 动词，但是它的意思不一样。个如果加上动词，它的意思是 separately or individually 分开，不一样的，分开的，分别的，各自的这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意思跟美加动词是不同的。如果我的美加上动词，它的意思是每次做一件事情就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个 very important grammar structure for this. That is, when you use may plus a verb, usually we will add a 就. Okay, this is the grammar structure. 好，比如说老师每喝一次咖啡就咳嗽 cough 咳嗽。老师每喝 drink 每喝一次咖啡就咳嗽。好，所以这个 structure 请各位同学注意啊，特别重要的一个 structure 就是这里的每加动词是 every time. Every time when you do something, then something happens. OK, 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这几种水果，妈妈买了1斤。OK, 1 kilogram. 好，这几种水果，可能有苹果，可能有李子，可能有香蕉，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水果。妈妈这个买1斤，那个也买1斤，他苹果买1斤，他这个李子也买1斤，然后呢还有什么香蕉他也买了1斤，所以妈妈什么买了1斤。好，这个买当然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哎，很棒，你们听懂了。这几种水果，妈妈各买了1斤。苹果我也买1斤，香蕉我也买1斤，李子我也买1斤，橙子我也买1斤，所以妈妈各买了1斤。所以老师说的是 individually, separately, 分开、分别、各自啊。对，很好，各买了1斤，答对了。好，妈妈苹果也买1斤，香蕉也买1斤，橙子也买了1斤，所以各买了1斤哦。好，答对了，很好。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一题，他谈一次恋爱就伤得更重。好，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离合词叫谈恋爱。Teacher, what is talk about love? 谈 is talk about. 恋爱 is like romance or love. What is talk about love? Actually, that means fall in love. 谈恋爱的意思就是 fall in love. 好，一样它是离合词，所以我们把 frequency 放在 in between。今天老师偷偷的教了你们这个离合词的概念，你们要记起来啊。好，他什么谈一次恋爱就伤得更重 ，like hurt even more. OK， 所以他每次谈恋爱都会分手，每一次分手他都更伤心、更痛苦、更难过，所以我们会说伤得更重 ，get hurt even more than the previous time. 好，所以请问这题我们用什么答案？他每谈一次恋爱就伤得更重。好，答对了。他每谈一次恋爱就伤得更重。第一次谈恋爱受伤了，第二次谈恋爱分手了，第三次谈恋爱伤得更重，每一次都受伤。Every time he hurts a lot and even more. 好，你们是这样的人吗？你们每谈一次恋爱就会伤得更重吗？会不会？我相信有的人会这样，每一次谈恋爱他都很受伤，为什么都跟那个女生都跟那个男生分手了呢？好，如果你谈恋爱被伤害了，那你可能会哭，你可能会很痛苦啊，你可能会很难过。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structure 是他每谈一次恋爱就好，大家注意这个 grammar structure 啊，这个语法点很重要啊。好。哦，这位同学说，老师是的，
每一次谈恋爱我都伤得很重哦。好，这个月莹说啊，我有分手的经历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好，每一次我一喝咖啡我就睡不着。好，你也可以说我每喝一次咖啡。Okay, general knowledge. I'll give you another sentence. Your sentence is correct. You can use this kind of sentence structure. 我每喝一次咖啡就睡不着。我每喝一次咖啡就睡不着。好，Tina 也是啊，每次谈恋爱都受伤。好，来，我们再来做一题。他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停下来 stop to think， 停下来思考 stop to think。 好，他什么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停下来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叫停下来思考。他什么都不做，他只有在思考。 OK, she stops to think， 就停下来思考。好，这题的答案是美还是个？他每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好，他每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好，这个意思就是每加上动词就是 every time， 每次的意思。他每次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好，也可以这样说哦，他每次他写一个字，或者是他每次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你也可以说他每写一个字就停下来思考。好，这个 structure 我觉得蛮常用的哦，各位同学可以把它记起来。好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 key word 关键字，就是就这个字哦。好，我们来做最后一题，放学后 after school， 放学后。好，记得这个表达哦，放学后 after school， 学生们自回家。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这题也不难了哦，已经有答案了。好，答案已经给你们了。学生们什么回家 ？Go back home。什么字？什么字呢？好，很简单哦。哇，你们的答案好快呀！放学后，学生们各自回家。哦，你走这条路，好，我走中间这条路回家，他走左边这条路回家，所以你们回家的路或方向都不一样。你们是各自回自己的家，各自 separately or individually， 每个人回家的路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是各自回家。放学后，学生们各自回家。好，各自这个词很常用啊，把它记起来，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做各自的事情 ，we do our own things。我们做各自的事情啊。好，各位同学，那么希望你们听得懂今天的语法点。个跟美是不一样的，美后面可以再加数字、量词跟名词。那还有不同点，就是我们这个美加上动词之后，后面再加上就 ，every time then 这个语法点，请你们把它记起来。听得懂吗？如果你听得懂，请你留言告诉老师，老师我听懂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课，帮我点赞。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咯。这个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因为明天是星期五，大家可以准时上来跟我一起练习说中文。好，我们明天见，拜拜。